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到工地这边做工了。早早的呢，去城里面拉了些钢管过来。为什么要拉这么多钢管呢？我们现在装这个模板，全部用这个钢管作为支撑，也就是要装这个楼顶的橡胶板的。待会呢，我就带大家过去看一下这个模板是怎么安装的。我还记得小时候家里面建房子需要用到的材料是非常多的，尤其是装模打橡胶板的时候，所要用到的树木特别多，要到山里面去砍。现在租上这些钢管就省了很多这个工了。这是顶头，拉了几十个顶头过来，然后这边的钢管是6毛钱1米。可以用1个月的时间，我们直接到城里面去租的。现在就不需要用到太多的树木了，要不然像支撑点或者模板下方垫这个模板，全部都要用这个树木来做。这也是昨天买过来的模板。现在模板的价格今年要便宜一点了，29块钱一张。一张是有1.6个平方左右。我们的砖墙呢已经全部砌好了，今天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安装这个模板。这栋房子呢，主人家只要建1层的平房，打好这层橡胶之后，上面呢就开始盖瓦了，所以房子的主体不需要多久，我们就可以完成了。这2天的天气也比较好，到了中午还是比较热的，温度差不多达到了32、3度左右。这栋房子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整整在这边做工已经差不多有5、6天的时间了，施工的进度还是挺快的。之前也给大家说过了，如果用红砖的话，那施工进度就要慢掉许多。现在是用这个水泥砖来砌墙，所以呢，时间就比较快。整个楼层高度呢是3.8米，这样的一个高度还是挺高的。然后这边呢是有一根圈梁，从这边横跨过去，将近是有5米的跨度。准备打这个50公分的圈梁，高度50公分，宽度的话是30公分。这2间已经安装好了模板，看我们全部都是用这个钢管作为支撑点，上面呢也是用钢管垫起这些模板。像这些以前都是用这些小树木来做的，现在就不需要了，给它垫平。打模板之前一定要把这个水平线给打好。背后的窗户留的是2米乘2米的，房间里面的透光性还是很不错的。这个线盒是主人家自己安装的，水电他都准备自己来做。如果请人来做这个水电的话，每个平方将近要25块钱左右。这是比较大的一个房间，也安装好了模板。其实这么一看，整个楼层高度还是非常高的，比那些城里面买的商品房要高了许多。建房子窗户留的大还是比较好，房间里面透气透光都很好。这个窗户的过梁我们已经打了几天，现在还不能拆模，支撑点还依然保留着。上面呢打好这个窗户过梁之后，往上面砌了砖。这个房门留的是90公分的宽度，
算是农村建房比较标准的一个尺寸。这是房主大哥自己动手做这个水电，先安装这个线盒。实际上，一栋房子的水电开支也是挺大的，买的呢也都是同心线，然后里面的安装也是挺多步骤的。自己能做的话，可以节省掉几千块钱。今天我们也是6个师傅过来做工，现在准备安装这根圈梁的模板。有的地方需要切割模板的。每一块模板都有固定的尺寸，现在师傅把这个墨线给画出来。装这个模板要几个师傅配合，在底下是留了一个师傅安装这个顶头，然后递这些钢管材料，2个师傅在上面。把这个基础的工作给做好。其实安装这个模板是只要懂还是比较简单，主要支撑点要做好，这样子才牢固。打这个橡胶板的时候才更安全。这根圈梁的跨度比较大，所以支撑点要多做几个，最少要7、8个左右。圈梁的模板已经安装好了，也是用钢管作为支撑。然后这边开始装这个客厅的模板了，先把支撑点给做好，再铺这个模板。相同的道理，整个堂屋这边将近有40多个平方，还是挺宽的。这个呢就叫做顶头，有一个螺丝杆，加上这个宽一点的顶头，作为一个支撑的。这个租过来的话，1个月好像也是2块多钱，其实并不贵，但是整体加起来就比较多了，因为整栋房子装模需要用到的这个顶头啊、钢管，大概也很多，少说需要1000多，接近2000块钱左右的租金吧。那这期视频呢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